以色列接管伊朗天空，持续进行清除行动。阿里·沙德马尼上任4天被击毙，堪称伊朗最短命参谋长。以色列猛攻伊朗铀浓缩厂，并摧毁伊朗50%导弹发射器和45%弹道导弹库存。伊朗求和被拒绝。若霍尔木兹海域爆发冲突，美国会下场参战吗？特朗普在G7峰会上庇护俄罗斯。俄乌相互空袭升级，金正恩为俄军补6000炮灰缺口。俄夏季攻势烂尾，开始从苏梅撤退。俄加大边境军事部署，升级核设施。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以色列的清除行动还在继续，这次直接消灭了伊朗新任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阿里·沙德马尼，而此刻距离他上任才刚刚过去4天时间。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自从13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来，已经有超过20名伊朗高级将领被击毙，而他们的继任者也被认为面临着被袭击的风险。结果预言成真。6月17日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维查伊·阿德雷通报称，以军第2次消灭了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及伊朗现政权最高军事指挥官哈梅内伊最亲密的军事顾问阿里·沙德马尼。值得注意的是，他才在6月13日被哈梅内伊亲自任命，以接替前任总司令阿里·拉希德，结果上任仅4天就被炸死，堪称史上最短命的指挥官。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回应此事，不过几天以来，伊朗的指挥层已经连续遇袭。这不，话音未落，伊朗圣城军情报局又出事了，又一位负责人穆森·巴克里和其副手阿布·尼库埃被以军击毙。总的来说，伊朗指挥层和情报部门在以军行动开始后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且以军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排除对哈梅内伊也发起类似袭击。或许这才是哈梅内伊安排其亲信出访莫斯科的原因吧。不过，相比于定点清除伊朗高级将领，以军昨天的袭击重点还是放在了伊朗的核设施上。经联合早报报道，和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17日证实，以色列的空袭影响了伊斯法罕和纳坦兹的地下浓缩设施。报道称，以色列的空袭虽未直接影响纳坦兹的地下设施，但其对该地点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导致伊朗最大的浓油缩厂断电。大约15000台地心机可能因此受损，甚至完全被摧毁。设施内很可能已出现辐射污染。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以伊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核安全局势再升级。一名美国武器专家也于6月17日报道说，在纳坦兹的地下浓缩设施上空发现了3起爆炸性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袭击对该建筑群造成了什么损害，有待进一步的澄清。除这里外，纳坦兹南面约125公里外的伊斯法罕核设施，据说也有4座建筑受损，包括油转化设施和燃料板制造厂。而位于德黑兰以南200公里的福尔多，由于设在高山深处的地下，战争研究所17日报道说，其浓油缩设施仍大致完好。不过有尚未证实的消息说，以色列战机昨夜猛烈袭击了福尔多浓油缩厂，称有火光和浓烟从这里升起。前2天这里发生的2.5级地震，更是被怀疑是以色列投掷了足以摧毁地下50米掩体的巨型炸弹。SHDQ 新闻甚至认为以色列使用了核弹。大家认为福尔多浓油缩厂有被打击到吗？若是被打击到，那美国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将德黑兰和东阿塞拜疆省份的导弹基地作为打击目标，持续进行了重点关照。首先，据6月17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以军率先袭击了德黑兰附近的穆加达姆导弹基地。流出的视频显示，该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据悉，该基地是伊朗最敏感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军事基地之一，单以伊朗弹道导弹之父的名字命名，就足以见其重要性。其次，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6月17日，其还对伊斯法罕省的弹道导弹发射和储存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如以军袭击了这里的阿尔特什空军第8战术空军基地。据悉，该基地拥有 F-14和 PC-7等战机，是伊朗守护其核设施的主要基地之一。又或是以军袭击了位于伊斯法罕省纳贾法巴德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基地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阿舒拉军营等。最后，以军还针对伊朗武器制造工厂进行了打击，如打击了专门负责生产阿巴比尔和见证者系列无人机的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以军空袭目标十分具有针对性，要么围绕伊朗核设施展开，要么就是以摧毁伊朗导弹打击能力进行。
而且为了更顺利实施打击，以军的空袭还特别针对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持续削弱其防空能力。据战争研究所17日报道，自6月13日以来，以军已经摧毁了70多套伊朗防空系统。报道称，在以军空战的前24小时，由于突然发动袭击，其直接摧毁了伊朗40多套防空系统，这为后来几天对伊朗西部和德黑兰的打击奠定了基础。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又通过各种手段摧毁了30套防空系统，得以让以空军战机和无人机能够在伊朗深处活动。如16日，以军对伊朗进行了行动以来最深的打击，目标直指阿尔特什空军基地。伊朗防空系统紧急启动，与以军交战。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系统是否成功拦截了以色列的导弹或空袭，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17日时，以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如德黑兰省和伊斯法罕省的电油厂和电力设施等。目前，伊朗各地因以军袭击出现了大范围的电力短缺和停电情况。眼看以色列猛烈轰炸德黑兰，伊朗毫无还手之力，但为表明态度，其仍通过移动发射器向以色列发动了袭击。6月17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3次弹道导弹袭击，其中第一次是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据以军消息称，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枚导弹，另1枚导弹落在开阔区域。第2次袭击，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3枚导弹，第3次袭击则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但后2次袭击没有造成损害或伤害。伊朗报复打击的导弹数量来到了个位数，足以证明伊朗的报复能力即将被耗尽。据以色列国防军报告显示，目前以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约 50%， 差不多200个的弹道导弹发射器，而前一天以军才摧毁了伊朗的1/3，约120个发射器。也就是说，仅1天时间，以军就摧毁了大约80个发射器。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还估计，其已经摧毁了伊朗 35% 到 45% 的弹道导弹库存，这才有了如今伊朗个位数的导弹袭击。要知道，在2024年10月，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仅仅2波就发射了约200枚弹道导弹。总之，号称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伊朗可能已经扛不住了。在失去制空权后，仅剩的导弹反击能力也将越来越弱。加上以色列精准攻击和特攻行动，可以说伊朗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华尔街日报更是以俄罗斯3年都没做到的事，以色列3天就做到了为题发文，直接讽刺了伊朗和俄罗斯拉垮到天际的军事实力。眼见局势不妙，这几天以来，伊朗看起来还在坚持与以色列导弹互射，实则一直在通过多种渠道向外界求援，并释放愿意缓和局势的想法，包括签署不拥有核武器的协议，说直白点就是认怂投降，以避免更大失败。如伊朗通过意大利、阿塞拜疆和塞浦路斯向以色列传递信息，又或是通过卡塔尔、沙特和阿曼向美国传递愿意停火的信号。这一点在上期视频火力军就有提到，但最新消息显示，伊朗的和谈提议被以色列拒绝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对与伊朗的和平谈判不感兴趣。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一点也不惊讶。他说，伊朗是想通过这些虚假的谈判来拖延时间，甚至愚弄美国，称伊朗正一边假装谈判，一边继续制造能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的武器。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与此同时，G7集团也确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尤其是梅尔茨直截了当的发言，让火力军感到惊讶。6月17日，德国总理梅尔茨针对以色列袭击伊朗表示，如果伊朗拒绝让步，以色列将销毁其核计划。同时，梅尔茨还大胆发言说，这是以色列为我们所有人做的肮脏勾当，称他自己对以色列人怀有最大的敬意，敬佩他们有勇气这么做。此外，梅尔茨还补充说，伊朗政权不仅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也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必须予以打击。目前，以色列正在考虑投掷重型钻地炸弹，以彻底摧毁伊朗所有核设施。但我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毕竟，只有美国的 GBU57 AB 钻地弹和运输载体，才能摧毁伊朗地下深处的福尔多铀浓缩厂。对此，特朗普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美国没有参加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我们未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当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6月17日给特朗普发消息，鼓励他对伊朗采取行动。由此推测，以色列和美国未来或许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现在缺的可能只是一个介入的借口，但火力军认为这个借口很快就有了，即霍尔木兹海峡爆发冲突。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照片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湾发生了火灾，伊朗媒体报道称有3艘船起火。
目前暂不清楚船只起火是否与伊朗有关，如果证实是伊朗发动袭船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事情可就严重了。要知道，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动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占了世界石油运输的30%以上。一旦被伊朗封锁，将直接威胁到全球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稳定，而这足以让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站在伊朗的对立面。同时，这也正好给了欧美介入的理由。你要说伊朗不懂这些，火力军是不信的。但若伊朗真的头铁，不顾一切，那无疑会加速灭亡。可以说，封锁海峡之时，就是其国家灭亡之日。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虽然以处理中东问题为借口提前离开G7峰会，但其还是在峰会上拒绝了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这次G7峰会虽然成果依旧显著，但总有一些不顺心，因为特朗普在此次会议上为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做辩解。他说 G7 原本是 G8， 如果不把俄罗斯踢出去，就不会爆发俄乌全面战争。此外，特朗普还明确表示不会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仍会等待签署和平协议的机会。同时，他还拒绝将俄罗斯石油上限降至45美元，拒绝参与G7联合公报的发表，以及拒绝泽连斯基会晤的请求，对乌克兰求购武器不置可否。特朗普是不是收钱了？怎么看都把我为俄罗斯代言贴脸上了。难道说特朗普还是个装糊涂的高手？据战争研究所报道，6月17日，俄军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440架无人机和32枚导弹，其中对基辅的袭击最为严重。据市长维塔利·克里钦科报告说，俄军一夜之间就向该市发射了175架无人机和超过14枚巡航导弹和至少2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14人受伤，且伤亡数据正继续增加。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愤怒表示，俄罗斯在G7峰会期间故意将平民作为目标，这明显是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呼吁停止暴力的蔑视，称必须对其施加更大压力才能促成谈判。当特朗普被问及俄罗斯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平民时，特朗普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装作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早应该想到这一切的。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对俄政策是怀柔、鼓励、默许，也因此俄罗斯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袭击乌克兰的一切。不过俄罗斯疯狂也恰好说明俄军在前线进展不利，试图通过不断恐吓平民来逼迫乌克兰投降，但这注定不能成功。这点在后面战报章节会讲到，俄罗斯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此轮空袭，乌克兰防空部队表现依旧出色，共拦截俄军402架无人机和26枚导弹。这里面最大功臣除了乌克兰盟友援助的先进防空系统外，还有乌克兰自己改进升级的防空系统。如基辅方面就将 BUK 系统和美制的防空武器结合，可发射海麻雀导弹。同时 S-300 系统也做了升级，拦截率有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在制裁俄罗斯上，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各国领导人在G7峰会上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指出普京并非掌握所有的牌。也就是说，无论美国是否参与，英国和其他G7成员国、欧盟仍会按照计划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如据战争研究所报道，欧盟和英国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其中英国制裁了俄罗斯的金融、军工和能源部门，包括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及其运营公司。欧盟则在更新其制裁法案后，主要针对从克里米亚向欧盟进口产品，以及向克里米亚的运输、电信、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公司出口商品和技术进行限制。此外，继欧尔班武器其后，斯洛伐克总理菲科也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态度发生了大转弯。这样的转变让人耐人寻味。但我们都知道，欧尔班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那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会不会因此出现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空袭后，乌军报仇不隔夜。6月17日当天，也发射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如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沃罗涅日、奥缪尔、坦波夫、图拉和莫斯科等地方都传出了爆炸声。俄军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启动，交火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俄国防部后来宣布，共击落198架来袭无人机，多个机场停运，但未通报损失情况，后续损失有待进一步披露。前线方向，金正恩送工人为俄军补人员缺口，但俄夏季攻势烂尾，开始从苏梅撤退。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宣布，在其与金正恩会面后，朝鲜方面同意派遣1000名朝鲜士兵和500名朝鲜建筑工人赶赴库尔斯克州进行排雷和重建工作。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俩数字加起来有些熟悉？前不久，火力军才刚报道说，
库尔斯克朝鲜兵伤亡6000人，这不会是被骗过来补作战人员缺口的吧？而且战争研究所此前也观察到有报道称，朝鲜军事人员和技术顾问还出现在了顿涅茨克和马里乌波尔附近，因此不排除俄罗斯未来会将这些朝鲜工人派往前线充当工兵使用。苏梅方向，昨天俄乌双方爆发了不下31场战斗，期间乌军对俄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收复了多个定居点。如今该方向集结的5万俄军已经陷入混乱或撤退状态，如俄军第1近卫坦克军第3摩步师已撤回国内，第76和第98空降师也在缓慢后撤。泽连斯基更是在对全国的例行讲话中表示，敌人毫无战术而言，我们的战士轰平了他们的阵地。很显然，俄军北线边境的夏季攻势正濒临破产。至于乌军为什么不发动大反攻，火力军认为，其一，乌军没有获得绝对的制空权，大规模反攻时机并不成熟；其二，漫长的战斗也让乌军疲惫不堪，需要休整；其三，乌军一贯坚持存人失地战术，以最小牺牲来最大限度消耗俄军有生力量。时间在乌军一边，不必着急。更何况，若是进攻，按照军事上攻防3:1的伤亡交换比，乌军消耗不起。乌军士兵是英雄，不是像俄军士兵一样的炮灰。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德姆琴科也对媒体表示，俄军在苏梅地区遭受了重大损失，如今俄军的渗透作战频率有了明显减少，称俄军企图短期内拿下苏梅的目标已经破产。白曼方向，一个乌军旅的发言人6月17日报告说，俄指挥官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抛弃了士兵，因此有大量俄军作为选择投降。该发言人还报告说，这些战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移民工人，他们为了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而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了合同。在顿涅茨克战场，乌军解放了托列茨克方向的奥列克桑德罗卡利诺村，而不甘心失败的俄军一直组织反攻，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乌克兰则在战斗中又接连打掉了俄军的几个弹药库，如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乌军凤凰无人机团就击毁了一个军火库和俄军2辆装甲车，其第44炮兵旅则在击毁俄军弹药库的同时，还打掉了3门姆斯塔 B 榴弹炮。在辛帕夫利夫卡方向，乌军正扎根在巴哈蒂尔保持阵地，顽强阻击俄军推进。据悉，俄军每天都会对巴哈蒂尔进行4到6次的滑翔炸弹袭击，以摧毁定居点，并扰乱乌克兰的后勤。而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不同时间以1到2名人员的小组和摩托车发动了频繁攻击，但毫无进展。南部赫尔松方向，乌军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在奥列什基一带集结，随后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战机，通过投掷制导炸弹完全夷平了这里。俄军人员与装备损失严重，详细的损失正在统计中。此外，乌军还通过重型轰炸无人机摧毁了当地俄军的一个大型弹药库。这段时间以来，乌军频频空袭俄军在南部战线的指挥系统，除了赫尔松外，扎波罗热更是遭受打击最大的区域。前一天，乌军就连续袭击了扎波罗热西部的2个指挥部，动用的同样是米格29战机。外界分析认为，乌克兰空军正在对南部战场展开常态化的巡逻与打击。而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外，黑海乃至克里米亚也是乌军重点袭击的目标。据战争研究所的报告，在乌军持续攻击下，俄军正在紧急加固克里米亚空军基地的防御工事。如在贝尔贝克机场，俄军此前就被迫修筑了12个混凝土机库，现在更是增加到了16个，但这能否抵挡类似蛛网行动的打击，还是令人怀疑。在战场之外，俄罗斯加大了边境的军事部署。据 Next.A 新闻披露，俄罗斯对临近欧洲的核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首当其冲的就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据悉，俄军扩建了这里的军事基地，增加了3层安全围栏和新的设备建筑。波兰甚至表示，俄军储存了100枚战术核弹头。此外，在白俄的阿西波维奇基地，俄军还对一座老旧的核武器储存设施进行升级，并且新建了一个防空系统的装载平台。最后，在靠近芬兰和挪威边界的克拉半岛，俄军则建造了约50个掩体式的储存设施，用于存放潜艇弹道导弹。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前2天乌军刚突袭了加里宁格勒，大家说这会不会是乌克兰乃至欧洲对俄军升级核设施的一种试探、警告，或者说是一种回应？接下来，乌克兰或欧洲可能还将对其发动新的打击行动。后续加里宁格勒的局势，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朗普对俄究竟是什么想法？美国和欧洲会介入伊以战斗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